的新青安计划立意良好，是要让大家能够有自己的房子住，可是却衍生出了人头户以及转租的问题。那么美国加州也有一个类似的新青安计划，重挫了脸书执行长佐伯格要在湾区盖一个大庄园的事，到底是为什么呢？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每个月的第2个周三呢，我会跟各位上传一则从判决看人类。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美国司法自助篇。那脸书执行长佐伯格的这个消息呢，在2016年的时候媒体报道出来，是因为他在旧金山湾区附近的 Palo Alto 这个城市，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呢就是史丹佛大学的所在地。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特别是华人在美国的话呢，喜欢住所谓的好学区。那这个地方学区就是特别好，国小也好，中学也好，高中也好，它的学区呢都是1等1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呢整个加州里面学区最好的地方，因此它的房价是居高不下。那么脸书执行长佐伯格在这边拥有一间豪宅，可是呢他的邻居啊常常就把佐伯格当成是卖点啊，邀请别人来之后要去偷窥佐伯格先生的家，所以呢佐伯格先生他就气不过，他就把周围4栋大豪宅也全部都买下来，连他自己总共5栋。那他打算把周围这些大豪宅推倒，然后以他的主屋来做一个扩展，然后旁边呢密密麻麻的给他种树之后呢，防止任何人偷窥。但是呢，在做房屋更改的时候是需要送去市政府做审核的，他的这个计划就是被驳回因为呢市政府的理由是说，我们这个北加湾区这个地方都已经缺房子缺得这么严重了，房子都不够了，你还要把它推倒，减少房屋的数量，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因为呢，在加州有一个 SB9 的法案，它这个法案就是呢，本来美国人的独立屋就是好大一个院子，然后一间别墅嘛，那他现在就是鼓励呢，可以把一个好大的院子把它分割成2块地，然后你本来一间屋子，你现在可以盖2间，那不就本来一个独立屋，现在可以变成2个独立屋吗？当然，比如说你是1万平方尺，大概将近300平的左右，这么大的一个院子，这边是150平的院子，一间房子，这样不就一个独立屋可以变成2个独立屋了吗？那佐伯格先生这个计划刚好就违背，他没有增加独立屋的数量，反而想要去推倒周边的4个大豪宅，然后把他自己的主豪宅再扩大所以这个万万就不可以。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媒体上可以找到的关于他的整个主屋和周边4个豪宅全部被他买下的这个事情。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加州更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 AB 2345法案。对，它的号码就叫2345，非常的可爱。那这个就是一个广设可负担房和广建经济适用房的一个法案。因为呢，在旧金山的游民这么严重，然后呢，房屋数量又这么珍贵稀少的情况之下，旧金山湾区这个地方有高科技公司，所以呢，它到现在呢是吸引了非常多的科技人才进驻。那加上我们刚刚讲由史丹佛大学所在，所以它的学区又这么好，华人这么的喜欢，所以整个呢不只是史丹佛所在的这个城市帕罗阿托非常的贵，包括它整个周边的好多个城市也都非常的贵。那工程师都快要没有地方住了，更何况是那些待遇不如工程师的人。因此有了 AB 2345法案，要极力的增加房源。那为了要增加房源，你就要鼓励这些开发商，给这些开发商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案，去让他们能够广盖公寓。可是大家想想看，你们印象中呢，美国人的高级住宅呢，就是独立别墅独立屋，美国人叫做 single family home， 这个维持了他们的非常舒适的一个生活空间，然后让他们就是感觉隐私也非常的被保护，然后人口密度很少。那现在如果广盖公寓的话，你认为原来的住民会能够接受吗？是不是就会让他们的人口变得稠密，出入人口变得多？然后如果你旁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公寓，7层楼、9层楼，那看下来你的独立屋不就把你的独立屋里面的你在院子里面的活动都看光了吗？当然就遭到了非常大的反对。在今年的9月19号的时候呢，加州的州长 Newsom 他就在旧金山 Mission 区在这个地方开会，然后签署了7项法案，就是要解决住房不足以及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办法安置的事情有游民无法安置的事情这样。那这个7个法案就讲，如果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呢，他不愿意遵守，不愿意去增加这个住房的数目，不愿意盖公寓，那就要接受处罚。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就要尽量的帮助土地开发商有意愿去盖公寓，所以你要尽量在核发建造的时候就减少那个层层的羁绊。因为呢，在美国盖房子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加州规定非常的多。那现在他就尽量的许可他们能够合法的取得这一块土地的重划就是本来可能设定这个密度是 Zone 1、Zone 2、Zone 3，他们有不同的密度设定，那现在就要尽量的把它合法化，让它可以变成是高密度住宅区帮助他们顺利取得土地的合法使用证，帮助他们能够呢减少对于公共设施的要求，还有减少对于停车位的要求，这样建商呢有利可图，他就会来盖。那盖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跟政府合作的一个设计，就是呢必须要保留有年长者活动中心，然后保留有自助洗衣房，甚至是某一个文化中心，就是在这一栋可能7层楼或9层楼高的一个公寓大厦里面呢，要有一些空间给他们设置文化中心。那因为旧金山这个地方文化非常多元嘛那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呢，在旧金山的 Mission 区，然后在旧金山的 Richmond 区，然后在旧金山的 Sunset 区，这几个区都陆陆续续的新建了可负担房。那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怎么样叫可负担，它是叫 affordable housing。如果你的收入是年收入5万块，你30%花在你的不管是房贷，或者是你的租金，或者是你住房的水电费，或者是你住房的保险费，或者是你住房的地税，这些全部花起来不能超过你的收入的30%。所以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每个月不能花超过1250块。如果你的年收入是5万美金的话，可是我要跟各位讲，1250块你在旧金山湾区你是根本租不到房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湾区他们这里呢什么样的情况叫做中收入，什么样叫低收入因为现在这个可负担房除了保留一些空间给年长者活动中心啊、文化中心啊、洗衣房啊，其他的就是可以有一定比例要给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一定比例要给中低收入的人。那所谓的中低收入，如果以旧金山湾区的 San Francisco County、San Mateo County、Santa Clara County 以及 Marin County 以这几个来讲的话呢，那么大概来讲，中收入是呢低于美金18.13万，就是大概台币580。然后呢，如果是低收入的话，是低于美金13.7万，那这个大概是呢台币430几万。然后如果是只有单身没有夫妻2个一起赚的话呢，他的低收入的话呢是以9.6万来算，那这个也要超过台币300万。所以你看在旧金山湾区这个地方，他们的收入是高成这样你如果呢单身一个人的话，你一年赚个96000，你就算是中低收入户了。只要你是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你都可以去申请用申请可负担房。那这个是旧金山的情况啦，那不是只有旧金山才要去适用 AB2345法案，是全加州都要，包括洛杉矶也要洛杉矶是美国第2大城市它也要，所有的县市都要去遵守然后我们讲到我们台湾的新青安呢，其实它从2023年开始，从青安变成新青安嘛，那他就直接把这个800万提高到了1000万的贷款，是可以宽限5年，完全不还本金的。然后又说，政府又加码1.5码，让你这个利率可以少1.5码，这么好，对不对？然后你是不是呢？你去贷款1000万，然后你整个贷款期限已经延长到40年，你前5年只需要还利息，不用还本金，然后你的利息又有政府加码的1.5码，那你这样子比租金都还便宜的，你当然不贷白不贷这非常的好利益甚佳。那衍生的问题的话，就我们刚刚讲，可能就人头户跟转租这些个种种的乱象嘛。可是除此之外，我在这里呢，要跟政府建议的是呢，我们从芬兰学到的因为我刚刚从芬兰回来，也给各位开了一系列的芬兰影片介绍，要介绍在家老化的事情。那我们在参观芬兰这个社会福利非常好的国家的时候，他们也很适当的安置了年长者，他们也很适当的安置了一些比较没有办法经济能力买房子的人，那他们叫做经济适用房，跟这个可负担房的理念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在规划这样一栋社区的公寓大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有加入了洗衣房的概念，然后餐饮的概念，然后老人活动中心的概念，还有图书馆，
还有把超市也都整合进来。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既然有新青安的优惠配方，当然建商就是蠢蠢欲动，非常希望能够吸引到这些用新青安贷款的人来买他的房子嘛。其实政府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同时也把建商的规范放进去，去要求建商要加入老人活动中心的考量，或是儿童以及青少年娱乐中心的考量、图书馆的考量、文化中心的考量，或者文化使用室的考量，可以指定新青安优惠的人去买这样的一个建案，或者是只能买这样的建案，或者是呢以这样的建案为优先考量。那么想要吸引新青安优惠的申请人的时候呢，建商当然就会配合。这个同时呢，就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建商连接到我们台湾在2025年将要进入超高龄社会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把建商盖出来的这些建案呢，做一个更加社会福利的考量。好，这是我们给政府的建议。谢谢各位。